嘿，各位好，我是兴趣闪的摄影师Enzo。没想到 BF 还有第3支专属影片吧？那我之前在 Threads 上面呢，有跟大家提问说，就是对于这台相机有任何问题的话，都可以留言，然后等我详细测试之后呢，都会回答给各位。所以今天这部影片呢，比较像是一个问答影片，就是来详细回答 BF 的相关问题。然后如果回答不出来的话呢，我会现场测试给各位看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直接开始吧。我先到我 Threads， 然后看一下第一个问题：录影可以外接 SSD 录制吗？好问题耶，好问题耶！现场测试 SSD， 只要连上 USB 储存装置的话呢，它会直接跳这个储存装置，所以你是可以直接从 BF 直接内建选照片，可以马上传到外接 SSD 的。但可不可以录影的话，我们现在先测试一下，因为代表就应该不是这个界面吧？那我现在切到录影模式了，我们重新插上去看看。看起来呢，只能传输答案，所以应该没有办法外接 SD 录制。但这台相机版的目标应该也不是要让你就是拿来外接 SD 录影的啦，所以它可能算是把这个功能取消，因为 FP 有嘛，有点小可惜，但是我觉得不太影响，因为主要买这台相机的人应该都是拿去拍照。好，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不行，除非之后呢有韧体更新。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，内建记忆体是 SSD 吗？第三个问题，这台相机的电池可以更换吗？这个问题的话呢，其实在我 BF 的第一部影片，就是初见的时候呢，我就讲到它的电池呢可以做更换，在下面这里呢，这里只要把它推开，电池呢就会自己弹出来，像这个样子，这里。所以它的电池呢没有一个外盖，它是直接一整颗电池这样子装进去的啦。我觉得以设计上来说呢，相当的有质感，所以电池呢是可以更换的。同一个人还有问一个问题说，它的 Type C 可不可以充电？当然可以。这台相机主要呢，我会建议说，如果你有钱的话，可以买2颗电池，但我觉得1颗电池也够用。然后你需要充电的时候呢，只要把 Type C 插过去呢，就可以做充电的动作了。所以我觉得应该不太需要买个座充，我觉得1颗电池呢是够用。但就是你可能一天拍比较多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放在包包的时候呢，帮它用 Type C 充个电。那这样子呢，一天来说呢，绝对用不完。接下来这个问题，对焦可以用了吗？这台相机的对焦表现非常的优异，我觉得跟之前的 Sigma 比起来呢，进步幅度超级大。对着人眼追踪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它的追踪效率呢是相当好的。唯独就是旋转的时候呢，可能会追不到。但日常情况下使用它的 FC 的粘着度呢，已经比以往还要高非常多了。那因为我自己呢都是使用 Sony 比较多一点，所以你会说它跟 Sony 可以比吗？我会觉得不太可能可以跟 Sony 比，但我觉得它可以跟富士比了。大家有个基准值了吧？至少我觉得在某些情况下，我觉得甚至是比富士还要再更快一点的。所以这台相机的对焦进步幅度呢，相当的大哦。这台相机好放进口袋吗？除非你今天接一个超级饼干镜，那就可以放口袋。但目前 L mount 原生的话呢是没有饼干镜的，所以如果之后有说的话呢，应该可以。又或是你可以自己转接一些手动镜头，也会变得非常的小台哦。请问单张若拍完写入要等多久？这个呢，我觉得相当的快。你大概要连拍到10张、20张以上的时候呢，它才会有一点卡卡的。所以，但这台相机平常应该也不会到那么样的连拍啦。所以我觉得写入速度呢算 OK。有远端遥控 APP 吗？这个问题，这台相机没有意外的话呢，好像没有蓝牙也没有 WiFi， 所以是没有办法做到远端遥控的。它就是要你拿着它到处拍照，它不是要你拿来遥控的相机。当然，我觉得遥控这个东西呢，还是内建一下会比较好一点啦。他们有一点真的是非常的极简到，就是连这个功能都没有。但搞不好其实有内建蓝牙之类的，但只是目前没有开放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但目前来说的话呢，是没有办法的。你要传照片的话呢，只能透过这个 Type C 孔传输到你的手机。但 Type C 孔传到手机这件事情呢，其实还蛮快的，用手机选按一下，其实传输速度非常的快。或是你连接其他 SSD 或者随身碟的话，其实在机内选择传过去呢，也蛮快的哦。IMX410这个问题就是说，这台相机的感光元件是不是410？那其实我原本觉得是，然后我之前的影片好像也有说到这件事情，但依照后来的判断啊，这片感光呢，应该不是410。个人的判断，它可能比较接近是Z63的那个，就是更新版之后的410啊，这是我的猜测，但我也不确定。那它有可能也是特规，因为它的电子快门的速度呢是可以到25600的，所以它的感光呢应该不是旧的那片410。有没有音源输入孔？没有，上面就2个麦克风。假如想拿它当 Pocket Camera， 选它还是选 GR3 好？你要放口袋的话，一定是 GR3 比较好放。
毕竟这是全幅机嘛，所以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放。电子快门的果冻效应怎么样？哦，这东西不错哦，我们现在呢来测试给各位看。依照这个实测结果呢，我觉得它果冻效应的表现不是到太好，就是比 A74还要好一点点而已，所以大家不要有太多的期待。会像 FB 一样有手把跟观景窗等外接配件吗？以目前上来看，我觉得 Sigma 对这台相机的精神来说的话呢，应该不会有。他们就是想要一个极简相机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这些配件啦。如果你想要玩更多配件的话，其实你可以买 FP。FP 呢，其实是一台不错的相机啦。拍照的时候容易手震吗？它没有防手震，所以当然容易手震。M 模式的调整会不会很困难？我觉得会。我觉得这台相机呢，主要我觉得还是把它留在就是 A 模式去做使用会比较好，因为 Sigma 很多镜头呢前面呢都有光圈环，所以你可以快速在前面调整光圈，然后你的机身呢，你的 ISO 可以自己设定，你可以在这边转盘直接快速转 ISO， 然后去确认你的快门速度。我觉得这样的使用方式会比较好。我最常用的就是光圈是我自己手动调，然后 Auto ISO， 然后 Auto 的快门速度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会进它的选单，把它的快门速度的最低快门速度给调快，这样子我接拍的时候呢，就有个100%或60%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用的。所以如果你要完整用 M 模式的话呢，有点小困难，因为你很难非常快速的调整快门还有 ISO。要用力握紧才不会手滑吗？其实不用因为它前面的摩擦力还蛮足够的。请问这个 iSeries 的镜头银色版本会出给E-mount吗？我们当天问起来的话呢，应该是不会。这台相机割手吗？有点割。但也不会到非常的不舒服，反而会觉得很爽。这台多少钱啊？这台相机的话呢，应该就是美金定价，直接换台币左右，所以大概是6万5左右，因为你还要加税金进去啦，所以应该是6万5左右吧，这是我的猜测。Sigma BF 除了外形跟 S9 有什么分别？其实 S9 的 CP 值很高了。Sigma BF 呢，主要是它很有质感，然后感光元件呢，不太确定是不是同一片，这个目前无法确定。系统软件看上去不是很好用的样子。其实不会哦，它系统我觉得详细使用之后，我觉得相当好用。它那个有一点多层次的选单呢，我觉得比很多一般的相机更为的泛用，真的是一个蛮聪明的选单。我希望之后其他相机呢也可以像这个样子，就是比较2层的概念，不会一次进到 menu 里面有一堆字真的很烦。它一切呢很多地方都用图标来做显示，所以我觉得选单设计呢其实非常精良的。有人说看完这台直出徕卡瞬间不香了。不同风格啦，能拍 RAW 影片吗？不行，但它的录影规格不错，最高到 6K 30p 的 L-Log。那以上呢就是关于 Sigma BF 的全部内容啦。如果你想看跟 BF 更多相关的话呢，可以到左上角还有资讯栏，我都会放上其他 BF 的影片，就是我制作的其他 BF 的影片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更多的面向，不管是初见，然后社长访谈，又或是我的完整使用心得之类的，大家都可以去看你们想要的内容哦。那总归来说，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这台相机，因为我是一个喜欢相机的人。除了摄影以外，我也觉得相机的市场发展很有趣。像是我会喜欢很有质感的相机，我会很喜欢用徕卡去做拍照之类的。我觉得这个机身质感呢，会让我多了一种就是我会想带它出门的这个欲望啦。所以这一次 BF 的这个机身质感呢，我个人是真的非常喜欢。那如果你还有任何关于 BF 的问题的话呢，也欢迎留言。等之后呢，我正式拿到 BF 的市售版本之后，如果我还有机会的话呢，可能还会再做影片。那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欢迎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来小铃铛。我是兴趣产的摄影师Enzo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